斯里兰卡大象孤儿院由斯里兰卡野生动物局于1975年建，是全球第一个设立的大象孤儿院，要收养那一些与父母失散、无家可归、掉入深坑或陷阱、脱离象群、身受重伤或身患疾病的幼象。生活在孤儿院的大象受到精心照顾，游人可以给大象喂食，近距离接触大象。一些经过训练的大象还会表演节目，以吸引游人募捐支持孤儿院的运作。换个立场来说，大象跟人一样，他们也需要做很多的商业活动来为自己赚取生活下来的费用在斯里兰卡的大象普遍受到尊敬，甚至有知名的圣牙节，有大象载着僧人与佛陀牙齿游行，每一年吸引许多观光客前来。据统计，2019年在斯里兰卡死亡的大象创下新高，原因之一是当地的居民认为大象有害。目前斯里兰卡约有7500头的野生大象，虽然禁止猎象，但由于他们习不习也跟这个农村发生冲突，因此有一些农民视大象为有害的，就加以毒杀约有85%的大象死亡是人类造成的。曾经有这个社区用电网或者用毒药啦、炸药啦，这起不啦，那个崩死孤儿院附近有许多卖象粪制品的，包括笔记本跟摆设啦，买来作为手信真方便象粪纸这则是真简单大致上是从这个大象的粪便经过干燥2天再烹煮1天，搅2点钟左右那等到那个细的纤维呢，再来泡水，滤网过筛，压平制成纸张，搭起料的变形象粪纸有没有很环保你看要这样好多你看这是这么这这样你看这这斯里兰卡原名锡兰，位于印度东南方，是西元前6世纪时由印度来的雅利安王子所建立由于南印度来的入侵者不断，比兹雅王成立新哈里王朝之首都
几经变迁，至1480年迁都坎迪才安定下来。西元4世纪开始，此地即为东西贸易站，十分的繁荣。正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在交通要道上而引起各国觊觎，各国势力陆续的入侵。1505年成为葡萄牙殖民地，1658年荷兰取代葡萄牙，1802年统治权呢个登到英国手头。这个期间呢，只有肯迪王朝屹立不摇，没有屈服在外国的统治之下。1815年新哈里王朝落幕，1948年终于它独立了所以到1972年的新正式成立斯里兰卡共和国，并将这个国名呢改为了斯里兰卡。圣省呢，这斯里兰卡有2500年的历史共被132个国王统治过，如今是个独立的自由的国家。而国内长达25年与泰米尔人所建立的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内战，也在2009年的5月结束斯里兰卡岛在印度洋之中东北边是孟加拉湾，中部、南部是高原多山地，北部和沿海是平原。斯里兰卡的北部属于热带草原气候，南部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全年炎热。斯里兰卡是一个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渔业林业和水利资源丰富茶叶橡胶和椰子是斯里兰卡国民经济收入的3大支柱。那斯里兰卡的保酒在世界也享有这个盛誉旅游业嘛是斯里兰卡经济的重要收入，每一年为国家创汇数亿美元面积有65600多平方公里，首都是可伦坡，人口近2000万，宗教是小乘佛教，占全国人口的70%，其余为印度教、回教和基督教。现在我们来到了最有名的狮子岩。斯里兰卡斯基里亚的巨岩王朝，又称之为狮子岩，是一座花费18年真真实实构筑在橘红色巨岩上的空中宫殿。180米高的狮子岩像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狮子岩是斯里兰卡文化金三角的重点之一，它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1982年成为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狮子岩背后有一段权欲熏心的故事，这个父子反目、地相残的熏心故事话说5世纪时，阿努拉德普勒国王跟平民所生的王子伙同军方谋朝篡位，为防避走避印度的另一个王子登来了报仇。篡位的王子呢，登基后便把首都迁走了，并在狮子岩之上筑起了易守难攻的空中宫殿。为了安抚父亲的亡魂，还命人在悬崖以父王钟爱的皇妃这 model 画了许多至今仍然艳丽如初的半裸的仕女图。但是最终弟弟还是找到了他呢离开巨岩呢去应战了。那两个人各自骑的大象相互厮杀，不分高低突然大雨
降临，地上的泥土变得泥泞不堪了。那篡位王子的大象呢，太过于养尊处优啊，不愿踏入泥水继续战斗啊。篡位的王子国王知道胜负已分了，就自刎而亡。要登上狮子岩顶，会先经过非常巨象有2只狮爪夹道的石阶入口，显示建设狮子岩的古人曾有企图心，要将狮子岩打造成一架啥样的模样。虽然考古学家认为啊，从前狮子岩顶的建筑只是一些佛塔和简易的增色，主要供僧人呢在此冥想，但这却很难解释为什么贝利奥冈啊，在峰顶岩石开凿出27米长、21米宽的大蓄水池啊，或是想把整个巨岩转化为一架啥样？到底这个啥样是宫殿、是修行场所，还是曾经转换过2种角色？这样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继续去伤脑筋吧。那爬到岩顶平台的游客呢？嘿嘿，只要尽情享受360度一览无遗的无敌视野，安内德赫啊。那斯里兰卡古称狮子国，指明是狮子的后裔。现代的国旗也有握剑的狮子图案哦。那狮子在斯里兰卡如此的神圣了，可以想见狮子岩在斯里兰卡人心目中的重要性。高约200米的狮子岩，独立在热带丛林中，就会看到这明显的天然地标，被古代人拿来崇拜，或是新建宫殿堡垒都显得理所当然了。那考古也发现，史前时代就有先民利用这里的岩洞遮风避雨。斯里兰卡跟印度小港虽然有瘟疫，但是呢没重历史的记载，因此西方人在19世纪发现狮子岩规模庞大的建筑遗迹后，始终难以拼凑还原出它的信实。登上狮子岩栈道会有21位仙女的古代壁画，哇！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宫中的嫔妃啊，并衍生故事说，这是台老杯卡萨帕国王为讨好父亲亡灵才下令绘画的。更有好事者看到其中一幅有着丰满厚唇的侧脸，发型跟其他人不一样，就认定她是非洲美女啊。这下可好了，这个像中国人，那个像阿拉伯人，太爽了！壁画的后宫美女啊，立刻变成各国来的佳丽啊。至于后者则认为呢，壁画是佛教中专职侍奉神佛的天女，就像我们所熟悉的敦煌飞天角色一般啊。也有研究认为，他们接近密教中的度母形象。就我看起来比较倾向后者的说法啦。原因真简单啊，若不是仙女，何必要画上云彩呢？来吧，看看这些美女吧。在悬崖仕女图参观时，看壁画上的小细节，很多的仕女甚至有3到4只手啊，不是小偷哦。除了清晰看见的2只手之外啊，还有一些手的影子啊。仔细观察并可以发现啊，那位啊就可以表现出动态啊。古人真是聪明跟艺术吧。半裸仕女图这些图片呢，看得让人血脉喷张啊，身材真好啊。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半岛相望，地理位置呢决定了斯里兰卡跟世界的关系。它深受印度次大陆的影响，岛屿两港的优良条件，和一度被擅长航海贸易的西方殖民者觊觎。海域呢，将它与东西方区域两者会，尽管被划入南亚，但人类学家认为斯里兰卡更接近东南亚的范畴。他信奉的佛教跟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部分的地区，各中国云南部分的地区，都同属于上座部佛教，嘛叫做南传佛教、小乘佛教，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同属世界三大佛教流派。上座部佛教以巴利文为媒介，写完经3世纪的时阵，对印度传入西兰。西兰的僧人写出了巴利文的南传阿瑟圣典，而后呢才传入了东南亚诸国，与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圆融适应不同哦。小乘佛教奉行自我修行拯救，以维护佛法的纯洁为己任啊。小乘佛教只信仰释迦牟尼佛，大乘佛教则是多佛菩萨的信仰。所以讲世界各国的佛教大不同，有的会使娶某生囝，啉酒食肉，食薰拢无问题。那韩国的和尚出家后不得还俗那外国人可以体验一日和尚哦。大乘思想的经典大般涅盘经、人伽经、人伽经等记载佛陀禁止弟子吃肉的说法，跟原始的汉传佛教律藏有出入在原始佛教第一次集结经典中，佛教内底主张推行吃素无吃肉的人，只有提婆达多和其信徒。属于那个小乘佛教的本身经也说，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修菩萨道走向成佛时，并没有遵守不吃肉的戒律所以信仰小乘佛教的东南亚僧侣大多是吃肉的。那斯里兰卡佛教徒始终以巴利三藏圣典为依据抵御各种外来思想。历史上都有出现真人以死抵制哦。虽然说上座部的佛教也是佛教但和中国人印象中的佛系还是有所不同。保守与外来思想不兼容的特点或可以解释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与其他宗教信徒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在其他上座部佛教国家也似曾相识包括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对不？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柬埔寨的占婆人问题等等斯里兰卡的地理特点其中南部有关山，岛内大部分是山地北部跟沿海一口链等低地平原海岸线。那斯里兰卡的人口与历史正是沿着这种地貌分布的。山地是茶叶天堂，所以养育出世界闻名的锡兰红茶，也是占比73% 的僧伽罗人的居地。山地内陆安全性高适合营建王国城市和庙宇。僧伽罗人的佛教圣地阿努拉德普勒和康提王国就分布于此。那康提王朝曾经是唯一抵抗西方殖民者入侵的僧伽罗王国，是捍卫民主独立的根据地斯里兰卡传奇政治家班达拉纳克夫人就是出身康提贵族。僧伽罗一词源于梵文意思为狮子。中国古代也称斯里兰卡为狮子国。斯里兰卡的北部贾夫纳半岛一路向北延伸，与对岸印度次大陆仅隔着一条海峡，邻近的地理关系让斯里兰卡不可能脱离印度的。对岸正是
泰米尔纳德邦。近千年来，泰米尔人从贾夫纳半岛进入斯里兰卡，一路向北部和东部沿线聚居，形成了斯里兰卡本土泰米尔族群，还一度建立了自己的贾夫纳王国。泰米尔人内部也有不同的区分呐。来吧，我们再来看看这里原始天然的森林环境。我们在斯里兰卡